词啊，在干嘛？你知道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让你快速把东西记起来吗？今天我会教你用4种方式把重要的东西全部记起来。这些东西可以用在学校、职场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东西、小事情上面哦。那第一个快速记起东西的方式就是说故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比起死背，其实用说故事的方式更能让你把这项东西快速的记起来呢？而且说故事除了可以把原本的东西记起来之外，你还可以连故事一起记起来。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历史老师，他的上课模式都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让学生把这些东西全部记起来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我们那时候的历史课是每一次上课上完之后都要有一个小考，那这个小考就是要考今天老师上课所教的所有东西，你都要把它记下来。当然不是全部，它是只考10题的那种，考的这个10题的题目都是今天上课的内容。但是这个故事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单单只讲故事好像就是有点单调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除了会用说故事的方式以外，还会掺杂一些现代用语，譬如说像我们历史课都会读到一些谁侵略谁的土地，历史课本有讲到番人这件事情。我们那时候历史老师就跟我们讲说，番人就会记成是还纳，因为当别的国家的人来到你这个领土，他听不懂你的语言，所以反就是很欢的意思。除了说故事以外，一个很好的记忆点。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谐音梗，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也有点偏向谐音梗，不过我接下来要讲的谐音梗是比较更容易记起来的方式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小时候电视上在教英文单字的时候，他们在教你英文单字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不会讲出这个英文单字怎么念，会先跟你铺成一段故事。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英文单字是英文的里面 inside， 故事是这样子的，那个电视上是教说现在有个圣诞老人，他要送礼物，那他送着送着，因为圣诞老人他是晚上才会出现的，那他又比较神秘一点，所以他不能大摇大摆的从门口就直接进来，那他通常都是会从烟囱上面下来，他就爬着烟囱，顺着烟囱慢慢下来哦。但是因为他吃太多，他太胖了，所以他卡在烟囱里面。那卡住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只能硬塞，所以硬塞里面。就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记忆法。这个记忆法也是从我那时候大概国小看电视一直记到现在，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。除了英文这个以外呢，历史课也常常会用到这个方式。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最常背的那种八国联军的一个谐音梗，二德化每日熬一英嘛，二德发每日熬一英。第三个，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会用的方式，因为这个方式是比较特别，它是用唱歌的方式去呈现。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你背书就背书，为什么还要唱歌？但因为背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有一点单调无聊，所以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。那怎么唱呢？它也不是随便乱唱，它是会需要一点节奏性。刚开始你要用唱的话，你必须要先在脑海里面想一段旋律，而且这个旋律就是非常固定的模式，偏那种简单型的。然后等到你对这个旋律很熟悉之后呢，你把这个旋律的那些节奏 tempo 试着套在你的背书上。比如说像以前国中最常需要背到的，除了历史以外，你可能还要背一些地理的国家名字啊，或者是一些公民的法律那些，你可能真的记不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用唱的。我那时候最常用的旋律是我国中一个社团课的民俗舞蹈的一个音乐，它就是单纯的只有音乐没有唱歌的部分。那每次只要想起这个音乐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在脑中特别想起我那时候背书背的某一个特别的语词，特别印象深刻的，这是一个特别的记忆方式，那也分享给你。再来第4个就是关键字，有些东西它其实不能用死背的方式，有些东西是你如果把它仔细的编排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些诀窍，一些 pebble。我那时候在前公司上班的时候呢，我其实就有发现到某一些产品，它其实就可以用关键字去把它做分类。有了关键字之后呢，你也会比较好背，不一定是要那种一字不漏的背起来。有些东西可能你只要记着它的，可能它有好几个字，
那你不用全部都背起来，你可能只要记某一些片段，就知道说哦，这个是在讲什么东西。那它就是属于你特别的一个关键字的记法。这4个方式是我觉得能让你快速记起东西的方式。其中我最推荐的当然就是那种说故事跟谐音梗，这2个真的是我觉得到现在都非常的万用。尤其是你在出社会，在经历各种的磨难之后呢，你可以把你的专业当成一个故事在讲，而且这个故事是连一个小朋友都听得懂的话，那当然是更好的。或许今天分享的这4种方式是你之前也想到的，也会觉得说，明明这些东西都只是基本啊，为什么我现在要出来讲？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光说光记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说是每个人都会说，可是你实际上要去行动，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方式到底对你是有效还是没有效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点个赞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今天有帮助，或者是你有更多觉得还不错的快速记起东西的方式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